离开重庆，竟然是刚好离开的这天才下雨，看来旅行的狗屎运是持续的发威当中啊。今天花了4个小时从重庆开到阆中，晚上就在饭店附近简单逛逛。这里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图案，这跟台铁太类似了吧？而且似乎也不是中国或四川铁路局的 logo， 这么神奇的吗？这个。阆中热凉面，当地也称为牛肉面，是一种相当神奇的面，看起来就相当的诡异。这汤头无论是颜色还是粘稠度，都跟既定印象中的牛肉面差很多。而面吃起来确实是冷冷的，但汤却是温温的，蛮奇妙的，相当难以形容。有点像韩国的冷面，但汤是温的。而汤很像是炸酱面加了牛肉味道跟勾芡，总之就是一碗吃了之后还是难以言喻的面的。嘉陵江起源于秦岭，因为流经陕西凤县附近的嘉陵谷而得名，是长江支流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河。嘉陵江由北向南流至重庆后汇入长江，是长江与西北的主要水道。阆中古城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的中游处，是三国文化旅游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三国时，张飞任巴西太守，驻扎阆中长达7年之久。而张飞的故事，我想自然不用太多的说明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。但阆中对于三国民来说还是很特别的。在关羽大意失荆州，败走麦城之后，刘备不久便开始计划向东吴复仇的夷陵之战。张飞在阆中也同步的准备当中，但张飞对其部将范江、张达下达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，同时平常也常常的酒后打骂部将。范江两将心生畏惧后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将张飞的头颅斩下后，前往东吴请降。而张飞死后的躯体便被埋葬在阆中的张飞墓中，头颅则是被埋葬在今天重庆东北部的云阳县。至于张飞墓的真假呢？根据现场的讲解，2006年的时候，中国有研究机构对于张飞墓进行了勘测，确认墓室的确是真实存在的，且一共具有9个墓室。张飞庙中也有不少关于张飞生平的雕塑，可说是相当精致。而刚好看到张飞简表，就稍微提一下，目前游戏中张飞的儿子张苞多是出自于《三国演义》的形象，正史上张苞少有记载且早夭，反倒是在游戏中变成透明人的张绍反而存活至魏灭蜀之后。张飞是蜀国的忠臣，为啥这样评价呢？因为如果没有张飞，就没有蜀国的成立。为啥？因为张飞最有钱。你看刘备他是卖草鞋的，关羽呢是卖大枣的，张飞呢最有钱，家里边不但杀猪卖肉、酿酒卖酒，张飞最后的家底体现在庄园几处、良田千亩且家丁300。所以张飞这个人呢，刘备打天下的所有启动资金，什么招兵买马的钱呐、囤粮食的钱呐、买兵器的钱呐，张三也出资的。所以张飞是刘备的天使投资人，金主爸爸，蜀国的原始古了。而且张飞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祠庙。
这周围还住的有老百姓，包括这两边它都是住的有人家户的。是当时这个李书记把这些人呢迁出去了之后，当时用了8万块钱修建了筒子楼，然后迁出去之后才修下了，才有了今天现在的这个张飞庙的规模。泽批巴西呢是光绪年间道台大人恩佑所题的，泽呢是恩惠的意思，批呢是覆盖的意思，巴西是什么意思呢？阆中在历史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个时期，是作为了古巴国的最后一个国都。你看我们四川叫巴蜀之国，对不对？蜀呢是蜀国，巴指的是古巴国。那么到了公元201年的时候，汉献帝刘协呢就把巴呢分为了3巴，当时他开始使用郡县制了。所以呢，巴西郡就是阆中这个地方，巴东郡是重庆那一带，巴郡呢是巴中那一带。张飞在阆中任职的第一个官职就叫做巴西郡太守。泽批巴西的意思是说，张飞的恩惠遍布了整个巴西郡。在古代的那个郡县制放在今天来讲，还要比省的范围还要大，包括今天的荡曲啊、汉中啊，古代都是属于巴西郡的管辖范围的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，张飞庙的墓厅，这块牌匾叫宁奥无边，它是1862年的时候成都成立的一个屠宰行业叫通乳坛的协会送过来的。这个呢，同样把张飞视为行业的祖师爷、财神爷来拜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武生像，就是罗贯中笔下的那个莽张飞的形象了。但是雕塑家在雕塑这尊塑像的时候，其实也同样体现了他文武双全。您看他两边的手臂和两边的腿是不是不一样？一边文官，一边武将。因为张飞在阆中为官的官职，那就是党政军3职一身的文武双全的。官职有多高呢？巴西郡太守兼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晋封爵位西乡侯。这个官职如果放在我们今天来讲，相当于今天的党政军3职一身。这个政权、军权都是掌握在他手中的，职位很高，也足以证明他是绝对让刘备放心的心腹臣子。那么2个木栅里面跪着的这2个人呢，就是杀害他的2位军需官范强和张达，跪在这个地方赎罪的。这个墓在1800多年期间没有被盗挖，没有被毁坏，没有被发掘过。为啥呢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，张飞身为爵位，这个爵位它是可以世袭的，那么长子张苞就世袭了他这个爵位的。其次呢，地方上的百姓是要给他缴赋税和徭役的，而他当时来到这个地方的第一件事情，体会到了百姓的生活疾苦，就减免了老百姓肩上的重担，徭役赋税全部给减免了啊。那么再一个原因呢，我们国家后来为啥不对这个墓进行一个发掘呢？因为意义不大，价值不高。对于这样的国之重臣来讲，我们都觉得里面会有很多的陪葬品、金银财宝之类的。但实际上，整个三国鼎立时期，国家的经济都是在战乱，都在打仗，经济是没有达到这么的富有了哈。当时这里面更多的陪葬品是三国盛行的陶制品，什么陶俑啊、陶罐啊这些物品，这些它虽然都是文物，但是发掘的价值不高，所以国家就没有进行发掘。阆中的特产以张飞牛肉和张飞豆干较为出名。张飞牛肉是具有浓厚的回民风味的特产，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就已经出名。不过张飞牛肉其实跟张飞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主要因张飞牛肉表面墨黑，内心红亮，跟张飞在京剧中的形象类似。且阆中本也盛产干牛肉，所以这才产生出连结。张飞豆干则出自一则典故，诸葛亮出隆中之后，某日设宴款待，其中一道乡村豆干让张飞很喜欢，张飞便学得制作的技法，之后驻守阆中时，就让这种做法广为流传，而老百姓因感念张飞，所以把这种豆干称为张飞豆干。离开阆中的前一晚，听了民宿老板的推荐，上了对面的白塔山看夜景，景观确实蛮好的。阆中古城对于打灯的设计上，也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呢。